各位大家好，这里是幻想工坊。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开始安装康比能够使用的一些套件、插件，用一些插件。然后我今天会先跟各位介绍一些比较好用、比较常用的，我自己也常有在使用的一些插件。好，那像画面我们看到是上一次，来介绍完康比的一些操作功能以后，好，我们先再次启动我们的康比 UI。好，在启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现在在用 SDXL 生成图片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使用的显卡其实只有使用3060 Ti 而已。之后我们再要开始教各位生成影片的时候，我会换上3090来生成。好，我们先试试看3060 Ti 它可以生成到，它可以做到多少的事情这样子。好的，那现在 Comfy UI 已经在线上了。好，我们在一开始最初安装 Comfy UI 的时候，我们有装这个就是插件管理器的东西。好，我们现在把它打开以后呢，在这里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就是可以看所有登记在 Comfy UI 里面的所有的插件这样子。这边就是所有插件的名称，然后呢它的说明，然后这是作者，然后这是它的评价跟最后更新的时间这样子。那你点到这边的时候呢，这里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已经安装的插件管理器，你点进去以后，你也可以直接到这个插件的它的官方的网站。好，这个网站里面呢，来我们各位看一下哦，像它到这边，它有它除了用插件管理器可以安装以外，在这边这边也有教学它可以直接使用 Git 的指令也可以直接去安装这些东西。我们安装了这个插件管理器，好处就是直接可以在这边进行安装的一些动作不需要再像一开始安装的时候用 DOS 的指令再做安装。那一开始我们第一个要建议各位安装的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节点功能变更多节点功能可以使用把节点功能来做强化。我们可以先搜寻这个作者这个名称就是这个来就是这个作者。我们上次有讲过说这个它就是更新了245个插件在里面，然后有63个插件是冲突。之前我们讲过说插件冲突越多可能会对你的 Comfy 造成影响。那这个是因为这个作者他这个63个冲突其实是修改了你原本 Comfy UI 里面的一些节点，把它更新了，所以它会有63个冲突，但不见得每一个插件都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就按安装，我们可以安装最新的版本。好，那我们选择，然后它就开始安装。那安装完以后呢，它就会要求你重新启动你的 Comfy UI 就是按这个那我们让它重新启动。然后你看它这边就是重新启动开户 UI， 这些就是它正在安装的一些节点这样子。因为有600多个节点，所以这次安装会稍微慢一点点好，到这边就已经安装完成。好，在安装的过程之中，它跑的这一些警示的讯息，大家可以不用先去理它基本上它不会造成你 Comfy UI 的使用。我们全部安装好了以后，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只有这一个，就是 input 你安装进去的插件这里刚好有3套，我们现在有安装了3套，只要它没有出现任何错误的讯息，就表示说你现在安装的插件它是正常可以使用再看这个地方这样子最重要好的，那这边它一直在
在检查，就是你现在检查所有的插件是否有问题这个可以不用理它。好，那我们只要回来，好，看到它叫你重新启动你的 Comfy UI， 好，我们重新整理页面。好，它现在装好了以后呢，我们的资源命令集也没有看到错误讯息。那在工作流里面，你只要点2下，然后这里有一个合作伙伴。好，我们找一下不是这个，现在版本不一样我看一下，它在扩充功能。好，扩充，它现在改这个版本是在扩充功能这里。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安装节点的名称，然后点进去以后，这边就是它所有的模型。好，这边就是它所有的你安装上去以后所有的插件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我们刚刚安装的时候，我们有那个作者的名称嘛，我们点2下，我们直接这里新增。好，这边现在这个版本没有办法这样使用。好，我们只能从这里扩充节点这里，扩充功能这里寻找这个节点。好，这边就是它的功能。那一样，你看我们把滑鼠放在节点的功能上面，右边就会出现节点的缩图就是这一个节点的功能的缩图都会在右旁边出现这样子。好，这是大致上是这样操作。那这个节点这个 KJ Note 这个节点，它的功能有包含了，我看一下，在这里这些节点我们现在直接要讲说它能使用什么，也可能不太方便。我们今天还是先让各位安装所有需要的一些插件。好，那第二个建议各位安装的插件是这一个，好，一个叫做 GGUF 的插件。好，来这里，为什么没有出现？我看一下这里找错了。来这里选全部，好，然后我们打上 GGUF， 好，安装第一个GGUF 这个我们先安装 GGUF 这个插件的功能，它就是可以使用一些蒸馏过以后的模型。这之后我们会再跟各位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好，然后接下来还要再安装这个插件。好，这个插件来插件的名称我们之后会在那个说明的地方把名称全部都打上去给各位。我们在安装插件是可以这样一直直接去做安装不用全部都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再一次性的重新启动它就好。好，然后这个插件就是在编辑，如果我们之后要做影片要因为 Comfy UI 的工作流程是先生成图片，然后图片再转成影片，那在由图片转成影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插件一个功能去把所有的图片结合变成一个影片，所以我们需要安装这个插件这样子。好的，然后再来是这个插件这个插件这个插件其实超多人在使用的，因为它的功能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执行完工作流以后，有时候会残留一些我们读过模型的记忆体残渣或者是记忆体没有释放完整，那我们就需要这一个来管理我们 Comfy UI 的一些记忆体的功能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这个节点这个节点，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生成了图片，让图片结合成影片，那需要一个插件来做这样的功能。那另外这一个它的功能跟刚刚介绍那个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工作流节点会再增强刚刚我们下载的那个插件，它会再增强它的功能这样子，所以这个也一定要安装好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后在生成影片的时候，会使用那个阿里巴巴他们公司的就是 One
2.2 的版本。那我们其实 ComfyUI 里面它本身就有那个 WAN 2.2 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节点的功能，但是它是属于比较基础版的。那我们会要让我们要制作影片的功能更强大，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节点这个作者他所做的这个插件，这个插件非常的好用。之后我们也会教各位如何去使用这个插件。好，这个也先把它安装起来。然后呢，这一个这个节点，这个节点也是记忆体管理的一种，但是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可以不用手动去设定你要使用节点去让记忆体释放，它可以直接设定在工作流里面，然后它是自动去执行，每一次都帮你释放记忆体。这个跟刚刚那个要安装，是因为这个跟刚刚另外那个我们安装的记忆体管理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是手动的管理，一个是自动的管理，但是两个都要安装，是因为你还要先让你的 ComfyUI 能够读到记忆体为优先。好，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个各位会很需要使用到的东西，就是这个很特别的，它是在 ComfyUI 工作流里面的一个很强力的翻译器，它就是说你们可以让 Google 翻译软体在里面。为什么要安装这个？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使用很多模型的时候，那些开发或修正模型的人，他不见得会使用中文。所以我们拿到的模型，有时候你打英文提示词的，打上中文提示词的时候，它不见得会依照你的提示词去做生图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那如果英文又很难去诠释说生成的图片好不好，那我们就这里透过这个节点，这个插件的功能里面的一个节点，它可以去翻译，把你打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字给你的工作流去跑。然后它还有这个 AutoMatch 111，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是把模型统合，就是你在拿到官方模型的时候，它可以统合所有的模型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功能，这个插件的功能其实非常的强大，我们之后也都会慢慢的跟各位讲说怎么使用这些东西。好。好，那这样子插件我们一次都先把插件弄上去。好，然后弄上去以后一样我们就是启用 reset，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 ComfyUI 重新启动，这样子。好，我们也可以看资源命令集，它现在跑到什么程度。插件这种东西并不是装的越多越好，因为你要小心的是，当插件安装到 ComfyUI 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版本的问题、插件的问题会产生冲突，你的 ComfyUI 有可能就会损坏掉。所以我整理的这一些，就是让各位可以比较加强了你的 ComfyUI 的工作流的方便度，然后也不用去担心说在安装的过程之中会出现冲突。好，我们先让它这样子跑完。那我们刚刚都已经把节点安装上去了，对不对？好，我们先稍微看一下，比如说，好，这边应该都 OK 的。好，我来看一下 TTS 翻译器，翻译器也都有安装上去。好 ，OK， 好，这些节点就是我们刚刚所有安装上去的一些功能。好，比如说包括说这个 WAN22。然后哇，这边直接搜寻，我们看一下 WAN 它的功能，这个看一下。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能够把影片、把输入的图片结合变成影片，这个都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的功能。好，这样子。好，我们下一集再开始介绍每一个安装好的一些插件的功能。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记忆体管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记忆体现在显卡使用的量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只要在空白处按右键，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新安装的记忆体管理。然后点一下，
这边就会出现记忆体清除，好，那记忆体它就会开始释放出来。那因为我们使用的是3060 Ti 的显卡，它是8G 的显卡，包含说我们现在在录影，所以它显示卡会占用蛮多的哦。如果说之后我们在生成图片或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它记忆体占用，如果卡住了，我们只要按右键，然后让释放记忆体，那记忆体它就会释放出来。因为现在在录影，所以现在显卡它会占着一些使用率。我们到时候再来试试看3060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各位在安装、在使用 UI、在使用 AI 这些东西，如果有缺显卡，也是可以再跟我们联络，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提供如何去做安装，也有一些显卡，我们大家可以交流。那今天影片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集再来教各位如何使用我们刚刚安装所有的插件，以及之后我们会介绍新的模型。好，那今天就是先这样子。